大家好，我是龚一敏，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我将来谈谈 Star Trek 里的技术。Star Trek 也翻译成星际迷航、星际旅行、星际奇航记的，由 Gene Roddenberry 创立。从60年代以来，已经有大量作品，9部真人电视剧，3部动画电视剧，多个系列还在播出中，还有13部电影以及衍生的漫画、小说、游戏。这些内容构建了庞大的宇宙观。不夸张地说，星际迷航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很多人因为星际迷航选择了走上工程，尤其是航天工程的道路。NASA 的第一艘航天飞机就因为粉丝的游说起名为进取号，当时还邀请了主创和几位主演揭幕。大量名人也慕名而来客串里面的角色。The Rock 演了个外星摔跤手，霍金演了自己。猜猜这是谁？这是亚马逊的贝索斯。还有粉丝自己拍的电影，比如 Of Gods and Men， 以及模仿星际迷航创作的新剧，比如 The Orville。 然而因为星际迷航的电视剧没有在国内正式引入，使得知名度远不如星球大战，连很多提及星际迷航的书籍也因为译者了解甚少，相关的名字和术语翻译的错误百出。甚至《The Physics of Star Trek》这本书的中文版解析的主题明明就是星际迷航，译者却连剧情简介都没有看过的样子，从头到尾一塌糊涂。看的时候总得猜原文是什么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当然，有人认为科幻作品不用太在意，只是幻想而已。我不这么认为，只要能有启发意义，就能作为参考。不管是科幻片、纪录片、搞笑片、武侠片都无所谓，能取其精华为自己所用，这都该一样对待。对我来说，星际迷航给我的启发超过了任何一部影视作品，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做几期视频讲一讲。星际迷航的内容非常多，故事基本发生在22到24世纪，也有穿越到过去和未来的。上映顺序和故事顺序还不一样。1966年开始的第一个剧集被称为初代 The Original Series， 简称 TOS。 1973年开播的动画系列 The Animated Series， 简称 TAS， 故事紧接在 TOS 后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1987年出的新剧集下一代 The Next Generation， 简称 TNG， 时间跳到了24世纪的2364年。它在1993年衍生出了深空9号 Deep Space Nine DS9。DS9 又在1995年衍生出航海家号 Voyager VOY。 2001年出了 TOS 的前传进取号 Enterprise， 简称为 ENT。 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消沉，到了2017年开始了一个新的剧集发现号 Discovery DIS。 故事开始于 TOS 前10年，第3季穿越到32世纪。2018年还有短途 Short Tracks 作为 DIS 的补充。到了2020年 TNG 的后传开播，叫做 Picard， 同时还出了下层甲板 Lower Decks 的动画剧集，讲的是新建下层甲板普通船员的事情。2021年又有一个动画剧集神童 Prodigy， 是 VOY 的后传。最后有2022年的奇异新世界 Strange New Worlds， 填在 DIS 和 TOS 之间。13部电影，有用 MOV 加上数字作为简称，也有用电影副标题的缩写。前6部是 TOS 的后传，接着交棒给 TNG 的后传，拍了4部。在电影第11部 Romulan 的采矿船穿越时间回到过去，攻击了 USS Kelvin， 开启了一条和原来不同的新时间线，被称为凯文时间线。第11部是国内第一次引进星际迷航的电影，以至于很多人把它称为星际迷航1，但其实是11。也因为内容太多，在这个系列我不会提及太多剧情，感兴趣的朋友还是通过看原作来了解比较好。这里只能专注于星际迷航出现的一些重要的技术，这些技术的存在支撑起了星际迷航的世界观。同时，这些技术有的在现实中已经实现，有的在理论上已经有了突破，进入科学的范畴，有的理论上存在错误，只是幻想。当然，毕竟这还是艺术作品，有时候会存在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的情况，
我也会在这里提及。当然，想要面面俱到兼顾每一个剧集也不现实，本系列视频会以 TNG 为主进行解析，同时也会较多提及它的衍生剧 DS9 和 BOY。即便如此，内容仍然少不了，所以这个系列会做多长我也不知道，很可能不会连续更新，而是写多少更多少。这一期先会介绍一下星际迷航里的一些基本概念，方便以后的讨论。剧中的人类是星际联邦的创始文明之一，星际联邦横跨几十个星球，首都在巴黎，下辖星际舰队 Starfleet， 负责国防和探索，总部在旧金山。空间上来说，星际迷航的舞台是银河系，整个银河系划分成4个象限。0度经线从太阳系开始，每90度为一个象限，每个象限有几千个星区。太阳系位于第一象限的001星区。虽然从来没有个完全能符合设定的星图，在不同时候对各个文明的范围描述存在着冲突，但一般公认的是，星际联邦 Klingon、Romulan 是分布于第一象限和第二象限的大势力。DS9 的第一集发现了一个稳定的虫洞，可以从第一象限直接穿越7万光年到达第3象限。而 BOY 的整个剧情都在讲被带到第4象限的航海家号如何飞越几万光年回到地球的。除了主宇宙，有些剧情还涉及一个更加黑暗的镜像宇宙，通过传送器事故或者空间的特别区域完成穿越。时间方面，星际迷航原先一直用星历 Stardate 来表示时间，和公历年份存在转换关系。到了重启的凯文时间线之后，干脆简化成就用公历的年份。为了直观，本系列在需要表明时间的时候也会采用公历年份。星舰 Starship 是整个系列的主要交通工具，大部分故事发生在星舰上，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几艘不同时代的旗舰进取号 Enterprise。 这里的星舰可以完成跨恒星系的航行，有探索用的，有科学研究用的，有运输用的，也有作战用的。各个种族的星舰也有自己的风格。星际联邦常见的是叠块式设计，舰桥、曲速引擎等重要的部位直接暴露在外，这样的设计也表明了是以探索为主。 DS9 的永抗号 USS Defiant 就是个以作战为目的设计的星舰，外观浑然一体，重要设备深深埋藏在里面，风格很不相同。星舰上一般还会搭一些小艇，可以让几个人执行近距离的任务。这个系列的视频我会以星舰为主线进行展开，参考《星际迷航下一代技术指南》一书来解析。这里就拿 TNG 的 Enterprise D 来看看星舰的大体结构。从上往下看，碟形的部分叫做主船体或者碟部，由一系列类似同心圆的结构组成。中心是舰桥，往外有感应器平台，这些一个个方形的是救生艇，再往外一整圈的是 Phaser， 一种能量束武器。圈的构造使得它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发射。这个前方有个叫 Time Forward 的酒吧，经常出现的角色 Guinan 就是这里的调酒师。往后有小艇舱的出入口，再往后则有两边有碟部的冲量引擎喷口。除了主船体之外，底下的那部分叫做工程船体，主要是引擎和设备，两者是可以分离独立飞行的。连接点有一个主冲量引擎以及第二个小艇舱的出入口，旁边2根筷子是曲速引擎舱，里边有曲速场线圈，它们的前端有巴萨德收集器。现在从下往上看，靠近中间的这一圈也是感应器平台，方形的也是救生艇，再往上一圈同样也是Phaser，这几个和上面是对称的。最外有一圈姿态控制推进器和一些指示灯。侧面边缘还有个可伸缩的对接口。往后就到了主船体和工程船体的连接处，这里头有个战斗舰桥，和碟部分离后这里就成了舰桥。向下是个传送器的发射口以及前向的鱼雷发射口，中间这个大东西是个 deflector dish， 在高速飞行中保护船体，同时它也是个远程感应器阵列。其实碟部也有个自己的 deflector， 在这里分离之后得用这个。往后是货运出入口以及牵引光束发射器，再往后有个后向的鱼雷发射口。
曲速反应堆的核心就在工程船体的中间，反物质的合成和存储也在这里。记住，虽然叫技术指南，但仍然是个科幻作品。这个系列我们需要的是把有道理的部分挖掘出来，找到科幻中的科。后面几期我会一部分一部分的介绍里面的技术细节。欢迎继续收看 Live Long and Prosper。